Hi Casey here，欢迎来到 Parkour Reborn 的无装备动作教程。这个教程会把目前版本，也就是 Alpha 1.61的所有基础到进阶的技能和机制都演示一遍。每个技能的操作我也会一一讲解。这部影片是根据一位国外 YouTuber VSTP 的教程，还有 Parkour Reborn 的官方维基百科进行翻新和翻译的。我也会把这位国外 YouTuber 的影片，还有官方的维基百科的链接都放在说明栏里面。在开始之前，先给你们看一遍我的设置。首先，我强烈建议把 Auto Parkour 的设置给关掉，这样子就可以在各种情况下控制角色的每一个动作。这里是我所有按键所对应的操作。如果是跳之类的动作，是以空格键为主；如果是降落之类的动作，是以 Shift 为主；如果是冲刺之类的动作，就是以滑鼠的左键为主。后面的讲解我也会用这些按键去演示啊。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Momentum 是整个游戏的核心机制，在奔跑和跑酷的时候 ，Momentum 就会增加。上面的蓝条就是 Momentum 的指标。Momentum 的上限是根据等级提升的，到20等就是最高的 Momentum 上限。只要停止奔跑、受到伤害等等，就会失去 Momentum。维持你的 Momentum 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会间接影响游戏里的很多操作，比如 Wall Climb 和 Wall Run。跳跃，按空格键就能跳跃，按这空格键可以让你跳得更高。按这空格键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后期的技能。面对小型障碍物，你可以在冲向障碍物的时候按空格键实行 vaulting， 就是越过的概念啦。如果冲向障碍物的时候选择按着空格键，角色就会往前飞。根据障碍物的不同，有时候会 vaulting， 有时候会执行 mantle。vaulting 和 mantle 的动画不一样，所以是看得出自己是在执行哪一种操作。但是简单来讲，两种操作都是越过障碍物的概念。这是一个 wall climb， 你只能在空中执行一次 wall climb。执行 wall climb 的方法很简单，先跑向一面墙，跳，在空中按着空格键，登顶的时候就可以放开空格键。你的 momentum 决定了你 wall climb 的高度，如果你的 momentum 很低，你 wall climb 的高度就不会那么高。Wall Run 在越过大间隔的地方非常好用。在 Wall Run 开始前，把视角调到和墙壁平行，跳，在空中按着空格键就能执行 Wall Run。只要两面墙的角度不一样，就能在空中执行2次 Wall Run。有些墙壁单单用一次 Wall Climb 是爬不到的，你可以把 Wall Climb 和 Wall Run 结合，就可以爬到更高的高度。Wall Climb 和 Wall Run 的顺序不重要，先 Wall Climb 才 Wall Run 也能有同样的效果。在空中冲向一面墙，不要按任何移动键，也就是 WASD， 然后点按空格键就能执行 Wall Bounce。当障碍物的高度不高的时候，你就可以执行 Springboard， 这个就是一个 Springboard。在障碍物面前，不要按任何移动键，然后按这空格键就可以执行 Springboard。从特定的高度降落，在落地前按着 Down Move， 也就是 Shift 键来减免掉落伤害。水管和梯子属于可攀爬物体，除了攀爬的用处，也能用来重置 Wall Run、Wall Climb 这些动作的使用上限。点按空格键能 Climb Jump，
如果把视角往外移，点按空格键就可以退出攀爬状态。水管和梯子也可以直接减免掉落伤害。在攀爬状态按着 Shift 能快速下降。足够斜的斜坡会让你自动进入滑行状态。斜坡也能减免掉落伤害，但需要在落地前按着 Shift。地图周围有许多落脚点，这些落脚点可以直接减免落地伤害。如果落地的高度过高的话，落脚点是不可以正常运作的。用落脚点高度落地的方法，就是稳定自己的坠落方式。同时按着 Shift 和空格键，在落地的瞬间放开 Shift， 再按下 Shift 就可以完成降落。有足够的速度就可以破坏玻璃，从高空落地也能破坏玻璃，但是落在玻璃前要按一次 Shift 减免落地伤害，穿过玻璃落地也要按一次 Shift 做降落。接下来的技能属于解锁技能，需要用到技能书和挑战关才能解锁。如果是挑战关解锁的话，我会先讲解这个技能的用法，才会再讲这个技能的挑战关应该怎样过。如果是技能书的话，我会先给出技能书的位置，我才会讲解这个技能的用法。Coil 属于技能书解锁，它的技能书位置在主要重生区的西南方向，和技能书互动就可以解锁技能。Coil 很简单，在空中按 Shift 就可以了。这个技能可以把角色的碰撞箱提高，让你爬到更高的高度。如果按着 Dash 键，也就是滑鼠左键，你就会看到一个绿色的一条充满。这个绿条会给你一个2秒的小加速，每次用完会有一个短暂的冷却时间。在悬崖跳出去前使用一次 Dash， 你会执行一次 Fail Jump。Fail Jump 能提升跳跃距离和速度，按着空格键的 Fail Jump 能跳得更远。Dash 属于挑战解锁技能，它的位置在 Riser Time Trial 的西北方向。这个是 Dash Training 挑战关的过法。按着 Shift 就能滑行。如果遇到不够斜的斜坡，可以在斜坡用滑行进入滑行状态。Power Slide 的挑战关在 Solar Time Trial 南边的建筑。这个是 The Art of Power Slide 挑战关的过法。从这个高度降落几乎不可能，但是在悬崖按 Shift 能做一次 Drop Down， 就能在更高的高度降落。Drop Down 的挑战关在 Solar Time Trial 西边的建筑内部。这个是 Dropper 挑战关的过法。
如果按着 Dash 键等到绿条填满，然后放开按键，你会发现到绿条有一瞬间变成红色。在绿条变成红色的一瞬间，放开 Dash， 然后再按多一次 Dash， 就能启动 Afterboost。Afterboost 本身能提供短暂的加速，但是这个技能有别的用处，这个就带到下一个技能。在抵达悬崖执行 Afterboost 后跳出去，就能执行 Long Jump。按这空格键可以让你的 Long Jump 跳得更远。你需要抓准 Afterboost 的时机，让绿条充满的同时，在悬崖跳出去才能触发 Long Jump。懂了这些就可以完成 Long Jump 的挑战关。Long Jump 的挑战关在 Power Slide 挑战关的南边。这个是 A Longer Jump 挑战关的过法。在空中按 Dash 键会出现一个紫色的条，这个叫 Air Dash。触发完后有冷却时间 ，Air Dash 需要配合别的操作使用。Wall Clutch 能让你在下落的时候抓到墙壁，只要在 Air Dash 的同时，面对墙壁按空格键就能 Wall Clutch。Wall Boost 是 Wall Clutch 的进阶版，只要面对墙壁向上看，先 Air Dash， 然后按2下空格键，就能触发 Wall Boost， 确保2下空格键的间隔保持在150毫秒以内。Wall Boost 可以提供大量的向上速度，虽然攀爬高度和 Wall Climb 一样，但是比 Wall Climb 更有效率。学会了 Air Dash、Wall Clutch 和 Wall Boost 后，就可以完成 Wall Boost 的挑战关。Wall Boost 的挑战关在 Advancement Beta 的西南部。这个是 Wall Climb Boost 挑战关的过法。在执行 Air Dash 的同时，背对墙壁按空格键就能执行 Wall Kick。按着 S 进行 Wall Kick 可以让你保持在同个位置，提升人物的高度。Wall Kick 可以提供水平速度，让你在 Wall Run 跑得更远。你不可以在 Wall Kick 后短时间内执行 Wall Clutch 或者 Wall Boost， 因为 Wall Kick 会吃掉 Air Dash。所以 Wall Boost 在 Wall Kick 是使用 Air Dash 的最优解。
学好这些就可以完成 Wall Kick 的挑战关。Wall Kick 的挑战关在 Nimbus 建筑的屋顶。这个是 Leg Day 挑战关的过法。Chaining 属于技能树解锁，技能树的位置在 Vertical 塔的顶端。Chaining 可以让你不用触发多一次 After Boost 的情况下连续性 Long Jump， 只要确保在第一次 Long Jump 后，每次落地都落在悬崖就能触发 Chaining。蓝条两边有红色的框就代表你在 Chaining。Chaining 也能快速提升你的 Momentum， 不止悬崖，斜坡也能进行 Chaining。练习的时候专注在落地的时间，在跳掉悬崖的同时，尽量让自己的视角稍微转开悬崖。一开始学会很奇怪，但是多练习就会习惯了。什么是 Coyote Time？ 当人物还在悬崖即将掉落的时候，有一小段时间系统认为人物还在地面上，这就代表这一小段时间里面我们还可以进行跳跃等其他动作。这一小段时间就是 Coyote Time。 接下来属于社区开发的技能，这些技能都运用了 Coyote Time 的概念。这个是一个 Long Jump Boost， 这个是一个逆向的 Long Jump Boost。 我先教普通的 Long Jump Boost。 首先用 Long Jump 启动Chaining，然后 Wall Boost 到悬崖，利用Coyote Time按空格键延续Chaining。这里是一些反面例子，这里我跳太早了，这里我跳太迟了，这里我就抓到Coyote Time 的时间。按这空格键就能跳得更高更远。如果你不会抓Coyote Time，可以试试看逆向的 Long Jump Boost， 和普通的 Long Jump Boost 一样，但是你要背对悬崖跳，确保在chain出去的时候要按着 S。 因为你已经背对悬崖，系统自动判定你在Chaining，所以就不需要担心抓Coyote Time 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正常的 Long Jump Boost。这个是一个方向性的 Long Jump Boost， 在延续Chaining的瞬间把视角转去你要的方向就可以了。这个是一个反向的 Long Jump Boost。Long Jump Boost 的玩法有很多，主要可以拿来跨越又高又大的间隔。这个是一个 Pogo Jump， 在 Wall Run 的时候和地面接触的瞬间，使用Coyote Time按空格键就可以执行 Pogo Jump。这个是结合了 Long Jump 的 Pogo Jump， 和普通的 Pogo Jump 步骤一样，只是一开始要先执行 Long Jump。Horizontal Climb Boost， 简称 HCB， 运用了 Wall Bounce 的重新定向功能，让你用 Wall Boost 快速获得大量的速度。这个技能可以用在 Wall Run 来保持速度。利用 Wall Kick 提供的速度衔接 Wall Run， 可以起到加速的作用。在 Wall Bounce 的瞬间转身进行 Wall Kick， 能比普通的 Wall Kick 距离更远。那教程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目前游戏还在 Alpha 阶段，加上教程发布的时候
Stack 的更新应该已经出了，所以如果接下来有什么改动的话，我会在这部影片的留言区里面更正。谢谢各位观看这次的教程，记得按下免费的订阅、喜欢，并开启那个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未来的任何一部影片。And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one. Bye bye.